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 SP 刘备。SP 刘备的技能有点复杂，这边先给大家上一个懒人包。赵云羁绊玩的是切剑，有点类似观星，在不同的形态下会有不同的能力，而且还可以在两种持剑形态之间来回切换，来触发技能。张飞羁绊无法持剑，他玩的是护盾，主要能力都是围绕着护盾来触发的。一般场合，队伍使用的都是赵云羁绊，所以我们就先从赵云羁绊说起。由赵云护法的刘备会获得18%免伤提升，并拥有廪霜和赤焰两种持剑形态。SP 刘备一开始的持剑形态会由双方的总怒气来决定。开场阶段结束后，若我方总怒气值低于对方， SP 刘备就会以廪霜形态开局，反之则会以赤焰形态开局。这里的开场阶段结束指的是武将、灵宠、善灵、风物质等等，这些开场技能都跑完后， SP 刘备才会做出判定。廪霜剑的能力会更倾向于防御，若 SP 刘备持廪霜剑开局，就会为我方全体武将施加1层棱盾，并获得对应的光环效果，使敌方武将的怒气恢复效率降低40%，异常状态命中和抗性都降低80%，这个降低幅度是非常大的。棱盾是个幻象类护盾，可吸收15%最大生命值的伤害。幻想类护盾的特性是，它具备锁血能力，但同时也会像普通护盾一样，被小额伤害给消耗殆尽，可以当大伤害，也可以吸收小伤害。由于 SP 刘备的棱盾是开场就加给全体的，所以他有能力应对灭队的开场快攻。这时棱盾就可以发挥它的锁血功能，挡下比较高额的伤害。如果遇到的是抗队，那么棱盾就只会慢慢的被消耗掉，就和普通的护盾没什么两样。由于龙魂技的出手比较快，所以棱盾是扛不了五子疗的龙魂技的，只能用来扛后面的普攻。廪霜剑开局基本上就是设计来给抗队用的，抗队的开局总怒气一定会比有初始怒气的灭队低，所以抗队进入廪霜剑开局也是顺理成章。先由棱盾扛下灭队第一波伤害，再开启强大的光环能力，降低敌方的回怒、异常抗性和命中，以便将对手拖入自己的节奏，这些都是抗队常用的手段。反过来，如果是灭队遇到抗队，也很容易能以赤焰剑开局，进入灭队的节奏。赤焰剑的能力会更倾向于输出，光环会使己方武将造成单体伤害时，暴击率提升60%，暴击伤害提升120%，并使敌方武将吸血率和获得的护盾值下降50%。如果廪霜剑的光环还不能让你感受到刘备开局光环的强大，那么赤焰剑的光环效果就更加直接明了了。要知道，这些都只是羁绊技能而已，即使是个灵活的 SP 刘备也能拥有这些功能，你需要做的也只是去升级 SP 刘备的羁绊武将而已。当然，你能不能以想要的形态来开局，这些都是后话了。尤其是两个都有 SP 刘备的灭队碰上面时，就一定只会有一方是赤焰开局，而另一方则被迫以廪霜剑开局。也许这个开局光环就已经有能力影响胜负，到时就是比谁的突击武将更多，或谁的怒气风物质还没有满了。接下来我们来看 SP 刘备的怒攻。SP 刘备的怒攻会在不同持剑形态下有不同的效果。两种形态的怒攻都是全体攻击，在廪霜剑的形态下，怒攻有50%概率会对命中武将施加可持续2回合的冰封状态。冰封命中的概率还会因 SP 刘备和 SP 张飞身上的负面状态数量而提升，每个负面状态可提升5%，所以为了提高冰封的概率， SP 刘备基本上都是绑定 SP 张飞的。SP 张飞本来就有支援蜀国和单体武将的能力，现在又可以让冰封的效率提升，带上他又何乐而不为呢？从第2回合开始，廪霜形态下施加的冰封状态会变成不可抵抗且不可驱散。作为交换，
处于冰封的敌方武将，在受到单体暴击伤害后，就会被提前解除冰封，并赋予最大生命值30%的伤害，伤害不超过 SP 刘备最大生命值的30%。冰封被提前解除并不是大问题，这个还可以透过无火被动来解救。即使没有无火，用解控来换真伤也只是1换1，不算太亏。冰封被提前解除，基本上只会发生在单体攻击很多的蜀国队，抗队很少会出现单体暴击，所以只会继续冰封对手。看到这里就不难发现 ，SP 刘备的技能都是抗队和灭队通用的。他和 SP 郭嘉一样，都是万能辅助，并且也取代了 SP 郭嘉的位置。如果 SP 刘备是在赤焰形态下发动怒攻，攻击会附带持续2回合的异常状态抗性，和最终免伤降低20%，最多叠加2层。若命中处于冰封状态的敌方，还会额外驱散2个增益。SP 刘备的持剑形态还会因为敌我双方的负面状态总数而来回切换，并不会一直固定在某种形态下。当 SP 刘备处于领双形态时，若敌方的负面状态总数超过我方，就会被切换至赤焰形态。处于赤焰形态时，若敌方的负面状态总数少过我方，就会被切换回领双形态。SP 刘备的龙魂技消耗3点龙魂值，并且在被控制的状态下也可以释放。龙魂技会攻击全体，并随机转换双方武将可驱散的负面状态，每方最多转换5个。只要透过龙魂技的转换功能，就能改变双方负面状态的数量，这样 SP 刘备就有机会频繁地切换持剑形态。在赵云羁绊加持下，前2回合内，己方武将每获得1个负面状态，都会获得1层龙盾，每名武将每回合最多触发3次。龙盾会使单次受到的最大伤害不超过最大生命值的25%，效果不可驱散，每触发1次就消耗1层。若 SP 刘备释放龙魂技时，敌方身上有负面状态被转移过来，我方武将就可以借机获得龙盾。只要敌方在攻击我方武将时添加了负面状态，我方武将也可以获得龙盾。SP 刘备能给的龙盾甚至比 SP 赵云还要多。异火被动，当 SP 刘备每回合龙魂值首次提升至3点及以上时，会封印敌方全体武将，效果不可抵抗。封印会持续至自身释放龙魂技或回合结束。这个封印的时间其实非常短，加上 SP 刘备在控制状态下也能释放龙魂技，所以用处不大，一般的队伍基本可以无视掉。只有灵统可以吃到甜头。灵统的幻舞里有封印结束后追加1次旋风的能力，而旋风是可以造成眩晕的。专武灵统配合 SP 刘备的快速解除封印，就能对敌方全体都施展1次旋风，概率眩晕他们。在一般的队伍里，异火的重点在释放龙魂技后的效果，它可以将我方任意武将的控制状态全都转到敌方造成伤害最高的武将身上，用来反控对方的主力输出。可以预见的， SP 刘备登场后，最大的受益者会是吕辽队，因为这支队伍的2大输出全都是不怕控制。3火被动提升了 SP 刘备切换形态的价值。3火后，刘备每次切换形态都可以恢复自身1000点怒气和1点龙魂值，加速了自身释放怒攻和龙魂技的频率，也间接地加强了冰封的概率。除此之外，3火被动也会让刘备在每次切换形态时，为蜀国武将恢复15%最大生命血量和200点怒气，为蜀国武将添加15%最大生命值的护盾和棱盾，每回合最多触发12次。最后还可以让蜀国武将，无论 SP 刘备是在什么持剑的形态下，都可以享受到赤焰1级光环的效果，提升暴击率、暴击伤害和降低敌方的吸血率和护盾值。3火被动对于 SP 刘备自身和整个蜀国整容的攻防都有很大的提升。建议想玩蜀国队的玩家，一定要将 SP 刘备抽到3火。5火被动主要有2种效果，第一个增加了冰封的能力，使冰封可以降低武将的最终抗爆50%。
并且在冰封消失或被解除时，还会额外使目标随机获得一回合不可抵抗的眩晕或沉默，并使目标获得持续至战斗结束的最终免伤降低20%，最多叠加6层，但每名武将每回合最多只能触发一次。每次触发效果 ，SP 刘备都会恢复1点龙魂值。第二个效果，增加的是护盾相关的能力，会使我方处于护盾的武将受伤结果降低50%。若持有护盾的是蜀国武将，则护盾被击破时，随机使一名敌方武将获得持续2回合的冰封。无火被动再次提升了冰封的能力和添加冰封的手段，让冰封获得了类似曹植的2段控制效果，一个控制结束后会接着上另一个控制。无火的效果对于蜀国阵营也很重要，因为蜀国有很多单体爆发的成员，有了无火被动，在单体爆发解除了冰封后，就可以接上第2种控制。无火被动对张飞羁绊会更重要，因为张飞羁绊无法释放怒弓，所以只能依靠无火被动的盾破来添加冰封。我们接下去看 SP 刘备张飞羁绊的能力。SP 刘备会提升25%抗爆，无法释放怒弓，也无法获得持剑形态。羁绊在开场会为刘备召唤带有自身100%血量的神念人，会为自身承受30%伤害。神念人会附带75%怒气降低命中，己方人一武将被击破护盾后，会使敌方当前怒气最高的武将失去全部怒气。己方人一武将获得非来自于 SP 刘备的护盾时，有40%概率复制一份。若自身拥有的护盾数量不大于5，则概率翻倍。张飞羁绊给了 SP 刘备很强的生存和控怒能力，自身有神念保护，只要在队里有一个能添加护盾的，就有概率可以将他的护盾拷贝过来使用。张飞羁绊无法释放怒弓，所以会少了很多冰封的机会，也会失去廪霜和赤焰剑的光环加成和所有和切剑相关的效果，这个损失还蛮惨重的。这也是为何盾队以外的队伍几乎都不会使用张飞羁绊的原因，辅助能力实在差太多了。龙魂技的主能力一样是攻击全体，可随机互换可驱散的负面状态。但在前2回合内，己方武将被添加负面状态时，张飞羁绊不会像赵云羁绊一样获得龙盾，而是只会获得一个可抵挡30%最大生命值的普通护盾，每回合每名武将一样最多触发3次。张飞羁绊就连龙魂技的能力也比赵云羁绊弱了一些。3火被动有2个效果。第一个效果进一步的提升了护盾的价值，使敌方对己方处于护盾状态的武将造成伤害时，最终暴击率和吸血率都会下降50%。第二个效果则是个超强的减伤。若敌方武将释放怒弓时，其余武将的总怒气值不超过1000点，则此次怒弓的伤害结果被降低70%。触发的条件虽然比较苛刻，但若与张飞羁绊的盾破减怒功能配合，也不是完全不能做到的。总结，由于张飞羁绊的能力全都集中在护盾身上，所以对队友添加护盾的能力会有比较高的要求，一般也只有盾队会使用。张飞羁绊的 SP 刘备，目前就业的机会应该会很少，要等到 SP 司马懿的版本后，才会真正发光发热，在这之前的队伍基本上都是以赵云羁绊为主。抽取建议 SP 刘备的强度是足以改变整个环境的，不管是抗队还是灭队都可以使用，所以几乎是必抽的，建议最少也要拉一个3火出来。SP 刘备后续比较常见的队伍就有蜀突、蜀控、吕辽和司马懿盾队，这些都将会是近期2、3个版本里比较强势的队伍。另外 SP 刘备其实也是能加入火烧队的，关键人物就是上面提过的灵统。不过由于台服灵统的技能是有大改过的，改动后的灵统在火毒系列的队伍里都会变得比较弱，所以目前还无法确定灵统加 SP 刘备的组合强度是否有足够的实力让他们出场。至于女团队的玩家们，如果真的只坚持玩女团而完全不碰其他队伍的
SP 刘备不抽也是可以的，因为 SP 刘备不会进入女团队里，但建议每周商店里还是要照常换 SP 刘备的碎片。SP 刘备目前在陆服虽然已经不是一线，但在二线队里还是可以用的，也算是一个非常常青的武将了。大概是在 SP 诸葛亮后期才会被拉下一线队伍，总之是一个抽了也不会亏的武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